Hello，大家好，今天是3月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终于变盘，2月26号，阿哲讲的212变盘信号终于出现，并且刚刚好是低点变盘。美股接下来能涨多少？是像11月21号这种变盘上涨，还是只是反弹呢？特斯拉反复震荡，怎么才能够算是趋势的反转，真正止跌 ？AMD 早晨之星，这里抄底可以看涨到哪里？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98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讲到有关市场目前指数方面的一个方向。从近期的一个行情走势，大家肯定能够明显发现，为什么有时候交易它就是很难赚钱。那么近期肯定会有明显的这种感觉，这就是因为指数环境目前并不适合做多，所以你的任何买入看涨，那么都会很容易打止损，很容易呢不容易买到一些低点上。所以在指数环境有所明辨的情况下，再去做个股交易，你会更加容易顺势而为，做到一些好的行情。所以第一部分我们先依旧讲解目前的指数方向，我们会再复习一下212变盘，还有日内的变盘点下一个是多少，以及呢日线趋势当下怎么看，哪里有支撑，哪里有压力。而后我们再来到第二和第三部分关于个股的解析。那么阿哲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科尔卫、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因为我们视频当中的内容会偏多，所以一般阿哲的视频时长会偏长一些。当然呢，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大家都关心，所以阿哲呢也把每一只标的具体的时间轴画好了段落，大家点击段落去跳转，那么就可以首先观看到您最想要优先看的那一部分标的的分析了。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也是本视频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叫做指数的环境分析。这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我们来看到第一点，叫做212的变盘。那么讲到这个变盘点，我们还是把之前的一些观点，那么再讲一讲。当下的一个市场下跌，虽然来到了一个低点变盘，并且市场出现了一个反馈，但我们还是要知道，它当下呢还是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当中它的低点呢一直在创新低，高点呢也没有创新高。所以在本次的这种走势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关键的反弹的压力位就要去确定。第一个就是这根阴线它的高点还有23000这个区间将会是一个反弹当中关键的一个压力位。而后另外一个下一个目标就是左侧这根阴线的最高点还有23400这个呢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阻力位那么这些价位呢都是阿哲的很多期视频都有画出来过的，所以这里呢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注意一下，后续如果指数走到这两个区间要特别小心，它出现了一些滞涨信号。好，那么我们来再讲一讲复习一下212变盘。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可以跳过这一部分内容。如果您还不会所谓的212变盘，那么可以认真的听一下。那么这个212变盘是通过 K 线的颜色就能够去识别出市场哪个位置容易出现变盘的时候，而且这个变盘点呢大多时候是在暴涨暴跌时会特别的好用。好，那么什么叫 K 线颜色我们正常来讲 K 线的颜色会有2种，当然呢如果更加严谨的话呢会有3种。好，那么是哪2种颜色呢？一个的就是股价上涨，那么它会收的阳线，我们呢一般是绿色。还有一种就是股价下跌时所收的 K 线，就是红色 K 线，正常就是这2种 K 线。我们用212变盘的时候是不管股价涨跌，不管它的一个 K 线的状态的，只看它的颜色。比如说为什么当时这个地方的 K 线它能够称为低点变盘，就是因为股价下跌的时候，它前期走过这样的一个格局，它有2天是红 K 线，而后有1天是绿 K 线，再加上2天的红 K 线，那么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排列是2种同色，一种异色，2种同色，这就是212的组合排列。当出现212的组合排列之后，后续如果保持212的颜色顺序，比如说2之后还是1之后还是2，保持这种颜色顺序，它就不算变盘，会一直延续。那么直到呢有某一根 K 线打破这种颜色规律，它就算是变盘。所以当时在212之后2根阴线之后，它又如期的又收了一根绿 K 线，所以它又是一个1
一之后呢得要有2根阴线，但你会发现它没2根阴线，它走了1根阴线之后就收了1根阳线，所以这一根绿 K 线它本来应该是红色的，却是绿色的，所以它打破了规律，那么它这一天就是低点变盘。好，那么近期也是一样的，那么价格走势下跌的时候，我们当时讲212呢是出现了2根绿 K， 1根红 K， 2根绿 K 啊，所以这里呢构成了212的颜色排列。那么后续呢它一直在延续啊，2根绿 K 之后又走出了1根红 K， 所以这个1呢是没有问题的，1之后要有2，所以又接了2根绿 K， 所以这里呢是一个2也没有问题。那么直到这一天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一天本来应该是那个1是红 K 线的，但你会发现它是个绿 K 线，所以这一天打破了这一段时间延续的规律，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变盘点。那么再加上昨天是个反包阳线，所以左侧预判是变盘低点，在昨天盘前我们是有写出来了。那么左侧预判是变盘低点，昨天盘前广播当中阿哲也提到这一点。那么右侧呢一根反包阳线，确定低点变盘有力度，所以这个地方啊目前判定是一个低点变盘。而后我们需要去跟踪这个变盘点究竟能不能走出之前这一波行情，还是说它就是像之前这里是一个反弹。那么关键在哪呢？关键我们等在第3部分讲日线趋势分析的时候，告诉大家怎么去跟踪它的一个反弹的延续，是否能够走出之前这种强势的低点变盘的行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到另外一种变盘，叫做日内的变盘点。那么212呢是日线上啊，我们相对级别较大一点的变盘点，它会影响日线级别。那么像日内变盘点，我们要讲的是偏短线一些的了。那么在上期视频我们是不是有讲过3月3号它的盘中会有一个变盘点，第一个变盘点呢是11点半。那大家会发现在3月3号的时候，市场经历了一个大幅的跳空下跌，而后它的变盘时间在11点半是不是出现了本次下跌的最低点，也是日线呢目前被确认的一个反弹低点变盘。那么这个低点呢在 22,124.78 啊，刚好呢是在11点半第一个变盘点所预见。所以这个变盘时间呢是阿哲在预测上认为日内呢容易产生低点和高点变盘区间的一个地方。如果市场呢在下跌的时候出现日线变盘，同时日内也有刚好的一个变盘低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产生共振。所以这个变盘点是日线和日内共同的一个共振的变盘，所以这个行情呢在日内上还是比较波澜壮阔的，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日内短线的一个交易行情。那么这个变盘时间是阿哲呢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写的一个盘前广播当中所附带的一部分内容。如果您是对日内的转折点也感兴趣，那么记得每天盘前那个广播您可以认真的去阅读一下。只要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或者说是财神朋友都可以看得到。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是多少呢？阿哲再做一个公布今天呢是22点45分同样呢是我们开盘的第一根 K 线，跟昨天是一样的。昨天这个变盘点开盘之后是上涨，感觉它是个顶分型，那为什么没有下跌呢？因为这个分型结构是一个弱势顶分，所以它这种下跌力度呢并没有很强，没有形成这种高点，反而呢更像是一个低点提前的变盘低点。所以有些行情之后我们需要多次确认它这个变盘点的高点还是低点。像前面这个低点变盘产生的分型结构，后续呢左一被破，可以在这个时候去确认这个变盘点是低点变盘。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这个变盘时间呢您是第一次听到的，那么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需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变盘时间呢，阿哲一般是按照我这边的时间去算的，所以是香港时间。大家如果在使用的时候您跟阿哲不在同一个时区，或者说您的看盘软件呢并没有香港时间，那么您要根据您看盘软件的时间去换算一下这一点呢要注意，可千万不要这个时区上搞混了。所以在今天第一个变盘点的时候关注一下。那么价格如果是下跌的，那么在那个第一根 K 线附近找到明确的底分型，那么如果是转折向上，那么就是低点变盘概率更大反之如果是上涨，特别是大幅高开出现了顶分型，明显有下跌阴线的话，就要注意了，它有可能是一个高点变盘。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部分212变盘的一个日线变盘点识别，还有第二部分关于日内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剩余的日内变盘点会在阿哲录制完视频之后，阿哲去写，然后在盘前会去及时的发布。如果听到这里您是位老同学，那么阿哲希望大家可以照常的为阿哲视频点上一个小红心，支持一下阿哲的一个视频创作。当然呢，如果您的时间相对宽裕，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视频底下点击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如果您还是一位新同学，那么在点赞评论的同时，阿哲也同样
很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这个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就会成为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了。那么您只要把这个全部铃铛都点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更新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发布之后，及时由系统通知到各位，您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知识点。同时，只要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那么阿哲呢会赠送3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限时体验。那么这里阿哲也说一下，您在订阅之后怎么能够去领到这个盘前广播呢？您只要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击小卡片就可以找到助教，然后跟助教老师说一下，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那么希望呢能够看到盘前广播，他会告诉您后续怎么去领取，怎么每天能够看得到。至少能够看到阿哲所写的每天盘前1周的一个盘前广播的内容。那么希望这个盘前的变盘点还有盘前的一些分析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是关于日线的趋势分析。当前的日线从波段角度我们怎么去看？当下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图表，在图表当中阿哲呢是调取了一个指标模板，叫做山海趋势图。那么山海趋势图当中有一个趋势的一个分析，叫做彩虹带和龙门线。那么我们先看到近期的这种彩虹带的表现，它是一个黄色的那么阿哲在做个股交易以及呢在分析指数的时候，会经常去看到这种中短线的一个趋势飘带的一个分析。如果它是黄色带，并且它是稳定的、很明显的向下趋势，好，它的一个飘带呢往下走，黄色就说明它是一个压力厚重的这种感觉。市场的每一次上涨，只要不去突破这个黄色飘带，就说明这附近一旦走弱，很容易形成高点的变盘，或者说高点的出现。所以之前这一个低点变盘后的上涨，为什么会被定义为反弹呢？因为它是黄色带之下，而后它反弹的时候刚开始很强，但是它到了这一个飘带附近出现了一个滞涨，而后出现回落。所以这里大家要去有所关注。当市场出现了下跌止跌反弹的时候，一旦到飘带附近出现滞涨，而且这种明显滞涨，强势的缺口被快速回补，或者说强势的这种阴线冲高回落，就要特别小心。那么当下这里又是低点变盘，而市场再次出现上涨，这里有一个好的事件，就是它的底分型是强势的底分型，是不是昨天的 K 线收盘价直接就过了左边高点？所以这个地方止跌是很强力的。这种强烈的止跌一般针对低点变盘来讲是特别友好的，说明这个低点变盘呢很难被短期快速跌破，它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和操作的价值。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关注它是能走多远，还是说它就是一个反弹？所以当下你要关注强势止跌之后到了黄色飘带之内，关注它会不会快速的跌破黄色飘带的下沿。如果今天收盘价直接收阴跌破黄飘带下沿，这个地方就意味着它的反弹很容易是结束的。当然这一个下跌如果是普通的阴线，没有出现这种反向的再反包的这种阴线，它整体的力度就只能构成低点博弈之后的减仓还不至于说到清仓。但最好它不要再次收盘跌破这个黄飘带的下沿。我们来看到之前这个低点，曾经这个地方为什么它的低点变盘之后能够走一波强势的行情呢？就是因为它刚开始虽然是一个黄色飘带下的低点变盘，更像是一个反弹，但它上涨的时候，其实它遇到飘带是没有去快速滞涨，而是快速的去突破飘带。在突破飘带之后，它一直没有走出那种反包的阴线，就是今天收盘价比昨天低点低的 K 线，它一直没有走出来，直到呢连续的黄色滞涨 K 线之后出现这种负阴线乌云盖顶，而后才出现下跌。但这时候下跌的时候，它已经变成止飘带了。止飘带说明它是一个上升走势，而后止飘带有支撑，反而呢行情就能够得以延续。所以一个反弹行情如果是在黄色飘带产生，你要关注的是它会不会在黄飘带明显遇阻。如果不明显遇阻，股价快速强势突破，后续回调时往往就会产生2次的买点机会。所以第一个低点变盘时关注的是反弹机会，当反弹强势时后续回踩将是2次的买入机会。所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低点变盘是跟之前那样子直接到黄飘带就遇阻回落，还是说它能突破黄飘带而后回踩2次止跌，然后出现2次买点。那么当下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飘带的上下沿，它的数值下沿的数值是22,749.11，这个地方不能快速被跌破。如果账上快速破位，这个变盘点大概率呢，要么是震荡，要么就直接结束了。好，而后是它的上沿22,947.63这个点呢是下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也最好不要被遇阻滞涨，要快速的涨上，是吧？跟前期的这个低点变盘一样，要快速的
很流畅的账上。然后这里要去密切关注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压力位啊，所以那个压力位呢，最好第一个要破，只要破了第一个压力位，后续回踩它将会有再次的机会，否则明显快速遇阻回落，那么就是再次的风险。而由下跌趋势来看的话，只要一个趋势遇阻，并且反弹不强，那么它就很容易再有新低，而后不容易有新高。当下呢，其实就是难以去反弹时过左高，所以当下这波反弹如果还是不能够过左高，那么后续下跌很大概率还是要破左低，所以这种就是反弹低点的一个变盘。关于这个上海趋势图，那么这一个指标呢是阿哲在后续讲个股时也会频繁用到的一个趋势分析的一个工具，所以大家如果是还没有安装的，您想要体验的，只要您是订阅粉丝同学啊，没有安装过的同学都可以呢去找到助教老师啊去安装。那么这个上海趋势图呢，也是我们订阅粉丝福利啊的其中一个。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个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讲到个股解析啊。不过在此之前，那么阿哲呢需要给大家啊，特别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去进行一个再次的说明。您只要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同学，那么我们呢一般会有双重福利啊。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刚才所讲的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它的使用方法我们会在后续个股解析时也不断的去进行一个教学和强调。您呢如果手中有个股，阿哲呢是在盘前视频当中没有讲到提到的，您拿到这个上海趋势图之后，也可以自己去学会去分析。那么福利2是我们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也就是阿哲的盘前广播了。那福利3是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课程。那我们在每周呢都会由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呢进行一个制定啊，每周啊跟实际行情相挂钩的一些技术分析知识分享内容，那么也是不公开，只针对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些课程内容。大家如果是订阅了阿哲，那么也记得呢跟助教老师可以领取这3重福利。同样右上角弹窗小卡片点击后找到助教，或者在视频底下评论区，阿哲呢已经发在了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也可以找到助教，这2种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我们本周的课程其实已经开始，并且呢进行到了相对的尾声了。如果这周的课程您是没有参加得到，那么您也可以找到助教之后，可以领取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些课程的回放啊，可以去收听。下周呢也会有全新的一些直播课程，你也可以及时的报名参与我们下周的内部课，一般呢都是每周的周2到周5。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啊，个股解析环节，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特斯拉的一个行情图表，日线图表。那么特斯拉目前其实已经对于之前的一个上升趋势线产生了一个破位，但是这个破位其实一直不算是特别有效，因为它跌破之后快速就会进行修复。当这一次跌破它时间有点长，而且它算是反复的跌破，所以我们更加希望它能够更快的站回到这个趋势线之上，那么去进行一个确定它的无效跌破。所以当下这里虽然昨天的特斯拉依旧是强势止跌，跟指数一样出现了强势的底分型，但它没有站上这一个趋势线之上，那么趋势线如果后续还转为压力的话，这就不太好了。所以特斯拉要相对关注一下这一个上方的趋势线的一个压力是否会出现，如果不会，而是快速的再次修复，那么这里呢它还是有一个底部的一个判定。然后这里要注意一下那么前面的这个低点，最近的特斯拉其实又出现了一个破底行为，这一波下跌它其实还是保持一个不断的无法反弹过左高，然后永远呢会有一个新低，所以它一直都是高点是在降低的所以这一次呢又是低点新低，所以理论上来讲，如果保持这种下跌的推进，这一波上涨它不应该干嘛？不应该去打破左边的高点。所以特斯拉如果真的是要走一个强势的反转的预期的话呢，这一波上涨它应该要反弹过左边的高点，那么才有机会改变目前的这种疲惫的这种趋势稳定的下跌趋势才会被打乱。如果无法过这个高点，那么这波反弹之后大概率是不是还得要破底？我们大的周期之前这一波下跌是一个更大级别，我们所画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次级别内部的一个结构。好，那么更大级别呢，它左边的这个低点就很关键了。如果这个低点被打破，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大的上升趋势当中的左低被打乱了？那么它就意味着大的周期上它的一个上升趋势是不稳的。那么后续哪怕有反弹，它也会变得比较丑陋。这种结构呢，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反弹后的大的级别一个下跌。所以尽可能这一波下跌反转的时候，它不要去击穿左边的低点，就尽可能不要有这种连影线都最好不要有，就完全不去触碰，这个价格会更好。而后产生这种反转，它呢更容易形成一个漂亮稳定的一个中期调整之后的上升趋势的一个改变和重新回归。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左侧低点尽可能不要摸到而后这波反弹能够破了左边的高点，那么后续将是绝大概率右侧机会带风险。如果不能出现，
反而继续反弹不过左高，而后下跌破左低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很大的一种趋势的一个反转了。我们看一下上海趋势图的一个表现。目前呢，我们看到特斯拉的一个上海趋势图。那么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就是这个龙门线，它其实就是跟飘带是一样的，也是识别趋势的。但龙门线、白色线，它就是一个中线、中长线它的一个支撑位。所以当前特斯拉就是来到了，除了结构上是个关键的点位啊，在龙门线指标方面，它其实也是个关键的支撑。所以价格为什么在这里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呢？就是这个附近有重要的支撑位，目前呢是还没有被有效的跌破，而后被反馈的支撑。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啊，特别是如果您是长时间持有特斯拉，那么这种点位一旦不对啊，它可能就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由上涨趋势转为下跌趋势。所以除了前面低点不要被摸之外，尽可能这个龙门线也不要再次的跌破了。当下呢是跌破一下就站回来，是吧？跌破一下站回来，所以这个龙门线还是有支撑的。上方黄色飘带是持续的一个稳定的下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龙门线支撑有效，而后向上突破黄色飘带，股价回踩能转紫色带，那样的话特斯拉才有救。否则稳定下行的话，这个地方它就由中期、中短期可能会转为中长期的一个下跌。我们关注一下飘带还有龙门线的支撑，游龙、伏虎这两个飘带的压力是 407.463 和 415.124。当下呢是先强势底分型碰到了飘带下沿啊，因为它是个强底分，所以大概率啊它应该是要往飘带上沿去试探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关注飘带上沿是否能够过去。像之前的每一次反弹是吧，都在飘带附近啊没能够产生突破，而后快速的收阴回落，这就是一个再次的风险点。而趋势如果反弹遇到风险，往往目标位就是左低，容易被破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就是一旦反弹有压力，确实回落了，高点确认了，那么这里破左低是很大概率事件。所以这波反弹特斯拉呢，它有强势的止跌是好的，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快速遇到滞涨 K 线，而后又破龙门线，那么左低很容易就又再被破掉啊，所以这里要关注特斯拉的一些关键的一个走势，当下要很强才行。如果依旧走得跟之前一样偏弱，那么再次破左低，那么整体的格局就会大大改变。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其实也还可以啊，之前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破位之后的回落，因为趋势的顺势问题，所以一旦反弹黄带有回落的这种迹象，一般就得要把之前的这种白 K 突破的获利单子给要走掉。因为你要特别小心的是，它可能会这么去走啊，因为趋势环境下一旦左高确认风险，那么它容易破左低，是吧？所以这波位置小心它的风险，所以当时这个地方去止盈去卖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后续在这波回落的时候，我们之前说过啊，这里是一个底分型的支撑，所以这里没有破有支撑，股价往上再往上，那么在往上延续反弹啊也是正常。但是我们一般来讲不去考虑这波行情了，股价往上走的时候，我们下次去买进的话就不是追涨，这里往上走应该往下回调时要转为紫色飘带再去找买点，否则黄色飘带被突破，一般2天之内容易出现滞涨点。我们看一下啊，之前有没有一些例子，像之前这种地方，像这种没有突破的，其实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啊，直接收出这种下跌 K 线，一般呢就奔着左边低点去了。那么像这种股价突破1天2天是吧？只要突破黄色飘带，突破1天2天，基本上就容易遇到压力，然后看这个压力它后续能不能回踩止带，不去进行有效的跌破，而后看这种就突破第1天、突破第2天，一般就容易有压力啊。黄色飘带突破第1天、突破第2天容易有压力，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趋势变盘点。当市场突破第1天、第2天还能往上继续涨，是吧？股价回调啊，不破飘带，那么这种地方一般就是找买点的地方。所以当下就是关注一下它的突破第1根、突破第2根，如果顺势遇到明显的压力阻力，后续往下破飘带啊，基本上这个地方它就容易是一个变盘高点的确认了啊，所以要小心。我们看到飘带的支撑和压力，它的游龙线是 207.516， 伏虎线呢是 213.514 啊，关注这个区间的撑压转换。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最近的走势它其实就还是保持震荡啊，这个呢是不变的。在这种震荡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又来到了一个区间的下沿附近，是吧？出现快速下跌。震荡的环境下，它的特点就是快速上涨容易见到高点，快速下跌容易见到低点，它是一个比较快速的宽幅的震荡。所以快速的2天下跌之后，这种地方就容易反弹，反弹的力量啊，反弹的一个强度决定它这个震荡是否维持。
正常如果保持震荡，这个反弹应该还能够到左边阴线内去寻找一些滞涨点，或者说相对的高抛点。如果反弹弱，连缺口都无法去完全收阳向上，那么后续下跌有可能就要破这个震荡的一个相对的低点了。所以正常来讲，这种震荡行情它最好能够有维持这种反弹比较强劲的动作，否则当某一次的反弹较弱的时候，可能就是震荡可能要继续往下走了。所以这波反弹看一下它的一个力度，现在呢缺口回补，所以呢它首先解除了一点点风险，但是实体没有站上，而后这里是个运线，运线高点呢也还是有压力，所以目前英伟达止跌不算强，比指数要弱，相对来讲提前止跌，但是止跌后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反馈，是吧？还不如特斯拉。所以接下来呢，短线上它不作为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标的吧，至少短线它的止跌力度是不明显的、不强劲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上海趋势图的关键价位。目前呢，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的图表当中，是不是它也还是在龙纹线附近有支撑？所以龙纹线是向上，说明中长线其实问题呢还不算大，它只是中长线经历一波上涨之后走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呢，它是一个震荡的方式，震荡格局。不过你要小心的就是震荡之后它会不会延续上涨，还是破位的问题，就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震荡区间能不能够维持多方强势的一个问题，就要特别小心这个位置的反弹无法过飘带就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就其实是比较大的风险。像之前这一波震荡，它是不是飘带是被突破又跌破，突破又跌破，所以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一个飘带它失效的时候，市场是一个宽幅的震荡。如果它没有失效，有支撑有压力，一般就是窄幅震荡。如果是顺势只有支撑没有压力，一般就是上升趋势。反过来如果只有压力没有支撑，就是一个下跌趋势。所以当下是一个宽幅震荡，所以飘带呢是被上破下破。当你发现某一次的回调它的飘带呢是有明确的支撑的，那么它就容易走上涨。那如果你发现某一次的反弹压力直接就在黄带出现了，而后明显下跌，这种时候要小心，它可能要走震荡往下选方向了。所以当下关注一下飘带这个压力，飘带的压力它是 185.871 和 186.458， 如果这里滞涨快速收跌就小心它破龙纹线后选择向下的一波行情。所以大家如果是还没有看到，所以大家如果还不能看到上海趋势图你还无法关注到飘带的关键支撑压力还有龙纹线的这种方向的话，大家记得呢可以跟朱老师去及时的激活我们的上海趋势图，当然前提呢是您订阅了阿哲，那么才能够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而后去激活我们的一个上海趋势图一周时间前线。然后这里呢上海趋势图除了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之外，它还有一些颜色 K 线，比如说蓝色 K 线一般是超跌容易产生反弹的机会，黄色 K 线一般是超买容易产生这种滞涨的机会。一般在震荡行情当中呢是比较好用的，就是黄 K 容易有风险，然后蓝 K 容易有短线机会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股价运行时关注的一些点位。像趋势为一个面，那么买卖点一般就是要找到这种关键点，所以关键 K 线呢在上海趋势图当中也标记好了，像这种什么前带子就是关键的 K 线，黄色 K 线这些都是关键 K 线。当股价是止飘带时，关键 K 线就是回调时的蓝色 K 线，这种一旦被突破它就容易出现上涨行情，这种我们就是要去找它的一个机会，就是紫色飘带的蓝 K 突破，黄色飘带的黄 K 跌破都是多空之间的一个博弈的关键点位。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 Core 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位的一个行情图表。那么 Core 位呢，我们在上一视频就讲过，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后的反弹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是对于黄色飘带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那么再一次我们看到是一根假阳线它没有一个止跌的一个明显行为。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到它的变化，就是有一根长长的下影线，然后有一个反包阳线，并且它是一个蓝色 K 线。我们说最好的一个交易机会呢，或者说比较好的交易机会是一个指示带上的蓝色 K 线被反包的时候，或者说指示带附近蓝色 K 线被反包的时候，可以做这种上涨行情。好，另外一种其实也能够做的，但是有点偏逆势单的，就是黄色飘带远离黄带之后的蓝色 K 线的多头机会突破之后，其实也能够去找这种买点机会。不过最好还是找离飘带有一些距离、有一些远的，否则的话可能很快会到目标。那么现在我们所看的就是它也是黄色飘带，然后离飘带有一定距离，所以突破之后呢又有缺口。那么当下我们就往上可以看一个目标，就是飘带的这个附近，然后还有缺口左侧的一个压力。当下可以看一个短线的机会，关注
这一个地方的游龙线，它是88.461，作为我们第一个反弹正常应该碰到的地方。如果它连缺口都无法去快速越过，那么这里呢就要小心了，可能是第一次的止盈点。那么当下70.37可以作为一个防守位。但如果你用这个地方作为防守位呢，盈亏比会比较一般，大概呢是2份的收益，1份的风险，大概2.1、2.2比1左右。所以这个地方看是否能够接受，可以的话呢就还行。如果觉得这一个风险较大啊，你也可以用这一根阳线的低点啊，缺口附近被收阴跌破作为一种止损，也是可以。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谷歌呢就维持一个下跌趋势，而后它的反弹呢没有一个强势底分型，指数呢有强底分型，它没有，所以它的这种反弹的力度，可能资金的选择不是倾向于它，所以这个地方短线上呢，我们认为它可能对于飘带的压力无法去很容易的去突破啊，相对弱势一些。它的压力在308.483啊，以及3年的压力是317.398，所以当下的谷歌呢反弹力度是不强的，周线上其实变化不大。它呢回到飘带附近，但是没有一个止跌信号。目前这里是有一个蓝 K， 但周线蓝 K 还没形成啊，毕竟今天还不是一个周五收官啊，所以关注一下。这个地方的蓝 K 能不能形成，以及之后周线上我们的谷歌能不能突破蓝 K 啊，作为一种周线的止跌的确认。那么现在还算是比较弱的。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呢就更弱了啊，它还是一个黄色飘带持续，然后又在龙门线之下，它是一个中长期、中期都是偏向下跌的，所以这种股票呢，你要把握的机会，一般来讲做多的话，你也只能过去把握这种反弹了，反弹亦或者是远离飘带之后这种大范围的超跌啊，而后它的这种修复行为、反弹行为。这种行情呢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从前面的高点下跌以来，它其实已经跌破了龙门线很长一段时间和区间了，所以这个地方产生一个中期反弹的概率是有的，只是中期反弹的力度它多强，中期反弹它可以走时间，也可以走空间，目前时间其实走的比较多了啊，基本上和前面这里是一样的了，所以这里如果走空间的话，它其实要快速啊，已经是不得不启动的地方，所以一定要走强，否则这里走震荡，后续不影响下跌。我们在周线上来看呢，它是在龙门线的支撑附近，是吧？所以在周线日线上，你说产生一波反弹啊，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只是这种反弹的力度啊，它属于中期，但是空间啊不一定会有多大。我们先看到周线的一个压力是游龙线176.695啊，理论上反弹应该碰到这里。那么买点的话呢，尽可能我们还是找日线买点。日线买点除了白玉突破，目前来讲是一个2次回踩白色 K 线，而后有反包 K 线，所以像买入的地方一般来讲就是2次回踩这种晕线白玉 K 线的时候，找这种反包 K 线，然后关注一下这个缺口附近的，然后关注一下这个飘带附近的压力反馈，目前有连续的阳线，并且是已经有5连阳了，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好好看一下，可以放远一点，可以把这一个阳线作为一个防守位，或者说更大一些呢，就是之前的低点作为防守位，往上看啊，周线的一个黄带的反弹。但因为它是长时间的下跌啊，所以这种交易的成功率呢，相对来讲还是和市场环境氛围有一点关系啊，只是说超跌反弹的一个机会。下只股票是 MSTR，MSTR 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其实也讲过很多次啊，这个地方它有一些机会能够继续往上看一个超跌反弹，就类似于刚才所讲的甲骨文那样子，只是呢 MSTR 它走得更加漂亮一点。它的调整一直是震荡的，震荡了很长时间后，目前出现一个突破，而且是缺口，所以当下呢就延续看涨，并且它的飘带呢将会转为一个紫色，股价后续回调啊，飘带附近也可以找一下一些回踩的机会，看是否能够撑得住，有支撑那就更好。在周线上呢，它其实也是转成白玉了啊，所以这里有一个白玉反包，本周如果能够维持就更好。下一个方向上，如果好的话，可以反弹到龙门线。龙门线是170.584，相对近一点的压力呢，就是黄色飘带周线155.267啊，所以这些呢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这种压力位，做第一波的一个止盈，后续回调之后再飘带啊132、133附近再找回踩的一个买点。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啊是微软。微软目前也算是有一个反弹的迹象，但是力度不强，结构呢还是一个有新低，而后没有新高，所以整体来讲有三阳小顶，所以这个地方呢，微软我们上期视频讲的是最好关注周线上，周线上呢它要确认对于白色 K 线的反包突破，目前其实还没有反包，最好能够反包，反包之后介于龙门线，而后往上看一个周线的反弹，目标442.828，然后这种地方可以做中期方面的一个防守。所以当前这个地方是日线有反弹，但是到了压力位附近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只能说可以作为
买入布局，但是它是中线的，所以你的防守位要做好，并且现在是偏左侧的交易，右侧的话呢，得要等它破回踩，在这附近去找右侧的一个买点，可能会更好一些。而后呢，我们再看到博通在消息面上有一些利好啊，所以股价呢出现了一个盘后的上涨，目前好像还是维持上涨啊，所以当前的结构我们要看一下它对于龙门线是否能够站稳。在这种利好之下，是否能够顺势重新站上龙门线？当然，它站上龙门线之后，阿哲也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去做买入，这种买入其实是偏短线、偏追涨。我们之前这个结构，它下跌反弹之后的这种行情走势啊，它其实还没有突破相对的颈线位，最好能够借助本次的利好消息去突破，然后回踩转指示带，它那个地方的买点会更漂亮。否则这个地方如果它突破这个黄色带，突破一天站不回，直接往下落，就还是风险。是吧？我们要小心突破飘带之后快速的下跌，突破飘带之后快速下跌，这种反而是一个风险啊。所以博通呢，好好的要关注看一下龙门线的一个区间331.556。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MD 的话出现了一个早晨之星的一个动作，是吧？一个十日星快速的反包，而且是强势底分型，在龙门线这种关键位置产生，所以龙门线的一个破位目前涨定无效，价格走势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成为低点。然后早晨之星的话，先看短期的走势，一般早晨之星的防守位是大阳线一半，这是一个相对合适的一个价位作为防守。如果收阴线直接跌破大阳线的一半，那么直接呢要走了，小心这个低点是撑不住的。所以只要后续股价在大阳线一半啊，当然这个地方比较保守，如果你要更加严格一点，那也可以放到这个低点这里作为防守位，大阳线一半或者说大阳线的最低，这个地方如果再次被阴线破，那基本上就说明这个地方止跌是假的，后续要小心进一步的这种下跌了，而且是转势的中长期偏后的一种下跌了。当下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个强压力，就是飘带的向下和龙门线的交集，这个地方如果往上不能够破，要借助本次强势止跌去破，而后再回踩不破，这种时候趋势才定下来，否则我们依旧守住这个大阳线低点，然后往上去看。然后周线来看，它其实形成了一个不太好的结构啊，有点像两头啊，股价下跌反弹之后是吧，走出这种上涨。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类似颈线位的支撑，如果这种反弹之后往下破，就比较大风险，它可能会往龙门线去看。所以目前的一个周线上，它的压力大概是216附近，所以这一波反弹216大概是左高的地方，最好能够快速突破，然后站稳，那么会比较安稳一点。而后我们再看到 HOOD 也是震荡之后选择向上突破，但是整体结构呢肯定是没有类似 MSTR 等等的那么好，它突破第一根啊，所以小心第二根，它呢将会形成一个变盘的压力。所以黄色飘带的范围区间之内，每次突破呢以反弹可能即将到临界点为主，而后更好的机会要关注是否能够有回调的一个买点，否则的话，不管它这一波反弹再强，只要回调呢它没有撑得住，那么都是风险。不管反弹多强，回调没有止跌啊，那么反弹反而有压力啊，一般来讲它都是风险为主，所以这一点要去看好。如果能够先把黄飘带的压力成功过去，才有机会去看到龙门线的一个怪力修复。当下先看防守位，这个上海趋势图的龙门线，趋势图的一个游龙线下沿是76.763。我们再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它呢是连续的黄色 K 线，不过黄色 K 线产生的时候，一般的说明是滞涨了，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加仓啊！你前面不买，这个时候再买，其实就追涨的嫌疑。那么一旦追涨，你就要小心黄色 K 线被破位的时候，说明黄 K 的风险就存在，并且要释放了。所以一旦市场有上涨黄 K， 特别是黄色飘带的黄 K 就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追涨了，再追涨风险性比较大。一旦黄 K 被破，风险就来。上涨时呢，有黄色 K 线时，你就不要再去追涨了。前面有什么早晨之星啊、下影线反包啊，该买的不买，是吧？你等它涨到黄色 K 线时再买呢，就有点晚，有点追涨了。好，这个时候一旦连续黄 K， 等待黄 K 消失，黄 K 破位啊，就注意这个地方是一个风险点。当下也是股价上涨，该买的不买，现在呢也没有必要买了。股价上涨，目前是黄色 K 线，等黄 K 消失，黄 K 破位就是风险释放，要么就等待股价回调，指飘带附近找是否有支撑买点，然后目标位目前的压力临近，第一个往上看的就是533.554啊，第二个就是今天的这个高点，因为它突破了第一根、第二根，是吧？黄带突破2根，而后有黄 K， 所以这里大概率是一个压力的产生。后续如果能突破，那就更好。后续突破就说明趋势大概率能够有短期的一个改变。那如果这里直接是压力，就等回踩，看是否支撑有效。
下方的支撑目前在 420.098。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半导体3倍做多目前的下跌不太好啊，跌的有点太强了。我们之前说飘带的跌破和突破是一样的，就看2根 K 线。像之前这里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第二根，它止跌其实就说明这种破位大概率，绝大概率是没有什么太多有效的，所以后面它容易上涨又有新高，就趋势保持的概率会比较大。这种破位，现在呢是破了第一根、第二根之后还在加速下跌，还有缺口，这种就比较强了。这种强力下跌后的上涨就容易是一个大概率反弹，趋势容易出现变化，就容易呢它就会遇阻。黄色飘带将形成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 63.291， 而后缺口这里也是一个压力，目前没有完全的回补，低点是 58.05， 所以关注一下这个地方是否会出现这种上行，然后左一和飘带的压力，而后选择向下。这个地方一旦成立，就会形成趋势的一个中短线的转势。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蛇口，蛇口呢就保持强势上涨，然后有黄色 K 线，当时没有破位股价呢依旧保持上行。那么这一波股价的一个行情走势，它是特别强劲的，它直接把左边呢就突破了，而后奔着我们的一个龙门线去了。那么这里如果有同学是没有参与到这种上涨行情的，其实也没有太多关系啊，因为这一波上涨它的强势真的有行情的话呢，它是不会这么去结束的。如果到这里就结束的话，其实你任何最近的上涨也就只能做一波追涨而已，它甚至都不能让之前下跌的人解套。所以这个股价的行情走势，它是周线的一个对于黄飘带的一个上行，周线目前第一周突破，它后续也一样的，下一周将要关键见到一个行情的节点，那个节点一旦不成，容易形成一个周线的高点。而目前这种周线高点，哪怕形成了后续日线回调也是找机会，因为它破了左边这个区间，一波反弹破左边的高点，那么这里趋势就有所变化，那么后续的回调就有机会成为2次回探的一个机会。所以当下我们看一下股价上涨，它是黄 K， 你肯定不能乱追啊，而后它又是6号 K 线，有可能要走到升级九转。好，价格走势，龙门线是 75.801， 而后我们的压力位现在可以看到 116.342 的龙门线压力。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Meta 的话，它是过了龙门线，然后有连续的阳线产生，有好的迹象出现，但是我们要关注周线上是否能够明确对于黄色飘带的突破有效。像现在呢，至少周线上是出现底抬高，是吧？高点抬高，所以当前呢股价回落是没有破低点，周线还在形成这种震荡的一个上行。所以这里在短线上来讲 ，Meta 的话还行，但是从周线来说，它依旧还是个黄色飘带，所以它的整体格局没有太大的一个中期的改变。但是它至少日线有连阳了，前面这里有连阳，市场的股价回落时，价格走势会有支撑。连续阳线回调是吧？价格走势有支撑。那么现在连续阳线出现，后续回调照样的这个地方也有短线机会能够产生。当下突破黄色飘带看一下第2根 K 线，以及呢到时候未来对于龙门线的一个承压转换，因为龙门线目前还是没有被有效突破的 693.056， 之前呢很多是碰到就跌突破2根就下跌，所以这个地方离龙门线比较近，所以只能说看个短线的空间。连阳之后股价回调，如果能不破飘带，那么才有机会去再次突破龙门线。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是 OKO 整体趋势，它是不是下行，而后龙门线有往下的迹象，然后黄色飘带也是向下的。目前止跌呢不算很强势，只能说比较扛跌，有运线的一个上破行为。价格走势呢，其实这种地方可以作为短线的一个交易看涨点，但只是短线因为它是个黄色飘带，目标位 69.794 属于黄带的一个上沿第一个目标。在周线级别，它是有一个蓝色 K 线的。蓝色 K 线产生，不管是哪个周期，都说明它是一个容易超跌反弹的地方。那么现在这个蓝色 K 线，它离飘带有一定的距离，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产生蓝 KO 的反弹，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空间可以去做的。像之前这里呢是九转加蓝 K 周线反弹到黄飘带，那么有压力出现这种蓝色 K 线如果止跌强势，后面看反弹也可以看到黄带附近。这里是 80.788， 大概就是这边的龙门线，所以可以看一下它是否能够突破回踩，给到一波往龙门线的一个机会。当下只能说先看个短线，这是 OKO， 但整体趋势还是向下的。我们再看到 PLTR 跟 APP 一样，最近出现了这种比较强势上涨，而且是连阳的上涨。我们说过，连续5连阳以上，市场的一个低点，至少中期的低点形成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所以目前呢，已经超过5连阳，而后形成了黄色 K 线。那么这个地方说明短线不能够再追，而后只要回调，那么这个地方的紫色飘带将会产生支撑，支撑有效，
将会产生一个更加不错的买点。目前的飘带是 139.298， 后续呢可以关注是否有这种机会产生。如果没有，那么直接跌破飘带，那么就说明它只是一个比较强的反弹。那么目前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周线呢出现是九转蓝 K 向上突破，目前周线的黄色飘带是 159.086 作为反弹的第一个正常的一个目标。 159.086 的话，其实也就在左边这根阴线的地方，所以左边这根阴线区间之内，它容易遇到一次本次加速之后的回调，而关注回调那个地方的支撑点会比较好。然后我们再看到 Coin 是不是也是黄色 K 线？ Coin 的话，我们会看到它是不是走出震荡，然后变成了紫色带，目前上涨有黄 K 不追涨。价格走势之前如果没有布局买入去伏击的话，现在你去买就是追涨的一种买点，那风险性肯定会比之前更高一些。所以价格走势目前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目前股价走势是一个紫色飘带，价格往上走找压力，等回落回调有支撑做二次买点会更好一点。那么它的压力呢，可以先看到周线的黄带 215.308 所以这里是已经比较靠近了，这里买，那么再加上这一个黄 K， 你这种地方去买的话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可以等待后续的回调。再看到美光呢还是维持震荡，反弹呢是补了一些缺口，但并不是强分型，所以股价这里呢只能说还在维持一个震荡。这波下跌是把左侧的一个缺口补了，然后反弹，飘带目前是有一点点压力，如果紫飘带转压力，后续变黄飘带，那么这个地方它的震荡呢会慢慢的走弱，所以飘在这里如果可以站上回调不要破会更好。这里呢已经有走震荡的一个格局，就看是否会转为黄飘带形成压力 408.881 附近，这里呢要关注一下它的一种走势的压力。当前呢其实你要说买点的话，其实也有价格走势它是有一个内部的回调买点，就是我们只看这里面的话，它是有一个上涨回调，然后有一个钱袋子反包所以这里如果要做买点的话，其实是可以作为买点，然后把左边的这个钱袋子作为一个止损。那么上方先关注第一个压力位，如果站上再继续往上看所以左边高点之下去寻找短线的一个空间压力，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日内的买点或者说短线的买点，只是整个结构大的话呢是一个震荡，然后在周线上它是不是一个九转后的徘徊选择方向，所以当下呢这里只能说看个短线。而后呢我们再看到 MP 的话，它其实在9后13的行情当中，目前又准备走出一个上行结构的9，不过这个9呢不知道能不能形成，因为它的左边黄 K 的压力比较大，目前它除了这一天上涨之后整体就是一个运线，所以运线结构下关注一下它是否能够运线上破站上这个区间之上。整体观点和上期一样，就整体这里是一个压制区，它的风险还是依旧大于机会。如果这里出现再次一个阴线破了这根黄 K 的低点，然后又破了飘带，在这种情况下后续还是偏空的，它得要站稳龙门线才行。目前的龙门线是 62.807， 价格飘带的支撑底下呢是 59.161。 以上就是3月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